小伙竟将自己的床铺改造成床车，只因自己每天都会点杯外卖咖啡躺在床上喝。然而10元一杯的咖啡，光是运费就要花掉30元，这可把小伙心疼坏了。为了节省点开支，还不耽误早上的咖啡，还不用离开自己的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改造一辆床车。因此他也觉得在床下放置几个轮子，这样就能开着床去买咖啡了。光是想想就会让人非常兴奋。由于自己的床太过沉重，因此并不能很好的移动它，于是小伙果断在网上购买了一些床架，并且表示自己一定要在24小时内将床变成可以移动的汽车。接着小伙利用自己单身30年的手艺，快速将床架拼接好，随后来到大型建材市场，选购了超多的板材以及车轮，还有其他建造所需要的一切。回到家后继续忙碌起来。不会装修的装修工，不是个优秀的自媒体博主，将床架固定在木板上后，在4个角落安装几个轮子，接着赶忙测试一下，这样的床车必须靠人的推力才能行驶，与小伙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。之后赶忙找来自己的电动车，将它固定在床下就能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刚安装上去后，就再次遇到了新的问题，车轮根本接触不到地面，因此必须更换几个更大一些的轮子，并且高度必须和滑板车一致才可以。再次返回到商场后，很快便选好了车轮，一番操作过后，也终于有了车子的模样了。小伙再次测试起来，虽说行驶的还算不错，但是必须依靠遥控器才能行驶，并且还不能转弯。小伙对此也并不满意，而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自己的滑板车。他想要将床体固定在滑板车上，这样就能做到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。接着继续对床车进行升级改造，利用电钻将木板切出个洞，之后将滑板车从下面穿过去。有了这个转向车轮后，转弯的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。小伙也终于体验了一次风驰电掣的感觉，这车速也令其大呼过瘾。只是稍有遗憾的是，车轮与地面还是有不少的离地间隙，于是继续对床车进行升级改造，在4周安装几块木板增加高度，这次看上去就非常完美了。只是距离床车还差一个垫子，两人先是利用多余的板材制作了一个床头板，在刷好黑色油漆后，一个床头板便油然而生。很快小伙从网上下单的床垫也到货了，然而当铺上床的那一刻，才意识到尺寸却并不合适。本以为床垫的问题根本不用过多考虑，没成想同样出现了状况，不仅长度过长，就连宽度也比床架短了不少。由于小伙并没有足够的时间重新订购床垫了，因此他很快便想出了 B 计划，立刻想到了自己好基友的床垫，在没有经过好友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做主勉为其难的借用了一下，可没想到尺寸却出奇的合适，就好像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样。而小伙唯一要做的就是在床垫上方开个洞出来，一番操作过后，很快便改造完成。接着在铺好床单过后，一辆完美的床车便呈现在眼前，甚至就连小伙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接下来小伙就是要静待明天早上的到来，大胡子竟然也要和小伙同睡一张床，可小伙也没惯着他，直接将大胡子轰了下去，就这样美美的睡了一觉，眼睛一闭一睁，时间也来到了次日清晨，小伙也迫不及待地驾车去购买咖啡。接下来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小伙驾驶这辆床车行走在街头，回头率简直拉满，很快便来到了咖啡店，一些人还接二连三地拿起手机对着小伙拍照，而小伙也如愿地购买到了心仪的咖啡。他也坚信未来这辆床车将会为自己节省不少的运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样的床车你是否也想要拥有一辆呢？